这是一位仅能领取最低薪资的德国工人，每月的税后收入仅有1800欧，但固定的生活成本就去掉1180欧，最后就仅剩620欧的自由支配收入。然而，在德国，究竟是领取最低工资划算，还是躺着领取救济金收益更高？这名叫奥利弗的小伙今年42岁，在厨房工作已经20年，但时薪仅有16欧元，每月要工作高达176个小时，税前总收入仅有2800欧，扣掉各种社保与税之后，就仅剩1800欧。奥利弗表示，如今的自己每个月都过得十分艰难，工资低不说，压力也很大，而且如今德国的物价也在不断上涨，可是薪资却常年不涨。为此，他不得不把自家的小奥迪搁家里吃灰，平时就坐公共交通上班。过去的他还能每年去旅游1-2次，可是现在已经成为了奢侈。斩杀线只在一步之遥，只要一旦失去工作，他就不得不靠领取公民津贴生活。而在德国，奥利弗的薪资还不算最低的水准，只是卡在边缘。像这名叫克里斯的老铁，去年还当着出租车司机，拿着时薪12欧的最低工资，每月工作高达120个小时，因此克里斯果断辞职，去申请津贴生活。他觉得现在德国的劳动报酬实在太不合理了。而像克里斯一样走上领取津贴的老铁越来越多，这就让无数小企业的老板叫苦连天。像这名叫沃尔的老铁，今年63岁，依旧不得不在自家肉铺亲力亲为。沃尔表示，这家肉铺传到他这里已经第4代，自己不能给他断了。但现在的员工是越来越难招到。他表示，现在的德国年轻人实在太没用。当初在东德时期，他父母招聘的员工工作积极性非常高，从早干到晚都不见喊累的。当时的员工是真的好用，让他无比的怀念。东德时期，他还在当学徒，父母把他送到别的肉铺上班，每天6点就要到店里干活，一直到晚上5点才能下班。而且从小自己的父母就告诉他，只有勤奋才能有所成就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现在沃尔年纪也大了，很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继承勤奋的优良传统。到了他这一代，肉铺已经传了5代，本来沃尔传给了儿子，就以为自己能够放松一下，到处旅游，享受一下晚年的生活。没想到现在自己儿子招人比他还难，而且都越来越懒。像这名老妹是肉铺的员工，她表示自己对于这份工作感觉压力很大，现在每周要工作长达40个小时，所以她非常羡慕那些领津贴的人，天天搁家里躺着。由于这种情况，沃尔几乎天天都给就业局打电话，希望给自己肉铺找点人来，但多数打过去都没有回应，有时候甚至连电话都不接，就算接了也给沃尔一顿教育，问他这么多年有没有努力，给员工的薪资涨没涨，待遇有没有提高，这让沃尔十分的难过。他觉得现在的德国是完蛋了。沃尔表示自己已经很努力的去提高工人薪资了，现在德国的最低薪资标准是12.41欧，而自己已经给到20欧的时薪，再加下去自己的肉铺就扛不住了。沃尔希望德国政府应该大力制裁那些领取公民津贴的人，迫使他们出去找工作，这样自己才能缓解一下招聘的压力。同时他也希望德国政府应该减低一些工薪阶层的税收，这样他们到手的工资就能比津贴高许多，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。但节目组问沃尔，如果把工薪阶层的税降低，把你的税拉高点怎么样？沃尔立即顾左右而言他。然而在德国，其实领取津贴的人很大一部分都是迫不得已，像这名单亲妈妈养着3个孩子，由于要照顾孩子的原因，很难找到一份稳定的正职工作，她只能依靠津贴生活。如今她已经领取了17年，如今他每月领取着2234欧的补贴，其中包含的公民津贴与儿童津贴，但是他每月的固定开支就要1550欧，最后仅剩684欧的生活费可使用。所以现在要让他再出去工作，根本难以维持家庭开支，而且这样的工作也很难找。其实许多德国的困难家庭，只要不是到最困难的一步，都不会去选择领取公民津贴，而是到一些当地的援助机构领取一些食物包裹，暂时度过一下难关。这些机构通常会每周给一些经济困难有需要的人们发放1箱食物，还有些生活必需品。看完这个视频的一位德国老铁表示，为什么把工人称为低收入者，而不把他们的老板叫做低薪支付者呢？还有老铁表示，那个肉铺老板付不起工资就该闭嘴，别抱怨人手不够。还有位老铁表示，那个肉铺老板说他支付的工资高于最低工资，甚至超过了行业标准。看来这个行业标准是真低。也有老铁表示，拥有20年工作经验却只有2800欧元税前收入，请别被愚弄，也别轻信那些声称如果你选择领取公民津贴就是懒惰的说法。德国的薪资水平简直是种耻辱。